张景生原来要退民进党，结果今天在伟汉的广播节目上就不退了。哦，原来要说选宜兰县长，现在也不选了。这样伟汉你是私下劝他还是怎样？他说退党是气话哦，因为要留下当乌鸦。我想是他已经被很多朋友骂了。哦，他自己也讲说啊，这个我留在民进党还可以当乌鸦去讲啊。哦，你退了以后呢，讲话也没人理你了，你反正也不是民进党的了哈。那他说呢，这个我是不喜欢选举，所以不会选宜兰县长。但是呢，如果民进党要帮忙，我一直都在这里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林佳龙提的啊，说这个宜兰高铁，他说本来给个裕隆吗？台铁嘛，现在送宾士当然很开心啦啊，但是要花多少钱呢？他说有一个宜兰的政委压着大家连开5次会，政务委员了哈。然后呢，说现在原来是900亿、1000亿、2000亿、3000亿、4000亿，现在他说真的完了，可能要6000亿，一直加那个钱，一直加那个钱啊。那另外呢，霍承旦啊，也是民进党前的交通部长，说呢有3个错哦，然后呢推动程序有错哦，第2个呢是这个还没有诉愿还没有完成就拍板定案，第3个呢罔顾事实哦，然后呢有意难消化的事实也罔顾，而且呢这也不是充分讨论，根本没有充分讨论就拍板定案了。哦，那另外也有一些这个土地的专家是说呢，牺牲了500公顷的良田。结果呢，只换6%的疏解策略效益，就是它疏解策略效益有限啊，尤其将来那个铁在5节，那个也很偏啊，而且你到宜兰就在这玩嘛，你到宜兰还要转搭嘛，对不对？所以那你搞了半天，很多人就干脆高铁是省一点时间，到了宜兰又多花很多时间，不如就开车算了啊。那另外呢，李鸿源说高铁是解决不了雪隧的塞车，所以国民党2028年胜选就把它核定，给它撤销了。看一下。不是收回，我是气话，但是呢，我应该这样再查看，民进党在留党查看，继续当乌鸦。反对行政院核定高铁延伸宜兰，上周话说得更直接，批评政府花了将近4000亿盖盲肠高铁是极大的历史错误。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因此宣布退党，但28号态度大转弯，说要继续留在民进党。因为我太太也跟我讲说，你是反对高铁，你不是反对民进党啊，所以我们继续对高铁这个问题，我会继续持续关注，也支持民间继续讨论这个议题。但换不着我跑去选什么县长，那在害我哈。甚至前一天才在脸书扬言不排除选宜兰县长，28号就是迁户籍的最后期限。张景森也改口说不会参选，难道是因为中央有致电关切？左院长还是甚至是赖总统有致电给您？这个我不要提这个，我不要提这个。毕竟周五行政院长卓荣泰才公开喊话，有不同想法，大家可以一起规划。我们一起把高铁延伸宜兰这个工作的规划、细部规划以及将来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我才希望大家一起来合作。那当然了，行政院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这个民进党有需要帮忙，我一直都在帮忙，是没有问题的啦。中央有需求，通通没问题。对比先前态度很强硬，也遭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总召陈文昌批评，在政院推动宜兰高铁计划的过程中，张景森是政委，为何完全没意见？要兼顾民意跟专业，审慎调查跟评估，如有效益，确实可行，我乐观其成。他的这个才是要反对什么？它才是很好啊！还是认为高铁并非最适合宜兰的交通运具，只是张景森从极力反对，4天后态度缓和了些。蛮伟汉啊，到底张景森怎样？对，变了，就2天不到就变了。刚刚康哥讲说，我有没有劝他？没有。我当主持人，我怎么会去介入呢？我是因为我上礼拜请假没有来录我们节目嘛，我去日本旅游。说到这个，我补一题我到日本去，我特别去上野动物园看看，因为那熊猫已经最早在那边有，对，它都还留着哦。它东西两馆的它的大熊猫的那个展示区，通通都还留着，但是熊猫没有，而且里面放照片，就是放一个熊猫照片，那还有人在那边还是一样照看。日本有些民众可能还是期待有一天他的那个熊猫馆还会有熊猫过来。最早那个上野有熊猫，我去日本我去看，一进去就是我没有看过熊猫。结果呢，刚好中午那熊猫懒得要在里面，根本不出来，怎么逗也不出来，这边也没看到，好吧？对，好，那所以呢，我在日本看到说，张景森第一个，你看他从阿扁选总统时代，到柯文哲要选台北市市长，他都是重要的智囊嘛，又当行政院政委员，所以他反对高铁。我以前本来就访问过他，可是他都退党了，那当然要约他嘛，来上节目嘛。那昨天约他上节目，
的之前，他昨天还宣布说要选宜兰县长，哇，怎么那么多事？但一来刚开始要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解决2题。昨天他没迁户籍，那我们的选罢法要4个月才能选。那今天是7月28，11月28要选，昨天一定要签，有没有签？没有签，所以呢，选县长那一题就结束，不用再谈。那退党，当然要问清楚你为什么退党，你对民进党哪里不满意？我等一下补一下，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哈。那他又收回了。他说他对于高铁的政策不满，并不是对民进党从头到尾全部都不满，所以他何必退出？高铁正是民进党人自做的，对，所以他继续高铁自己不会做一个高铁政策啊，是，所以他继续反对高铁到宜兰，可是呢，他就收回，就说好继续留下来，那逻辑不通了。OK， 好，第二个。他所讲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思考哈。当然，其中里面有2个点呢。第一个就是说，2020年苏贞昌院长第一次核定的时候，当时初步提出来的，原本预计交通部是在礁溪的4成，跟现在目前的那个宜兰县政府的周边的地方那个车站的点不一样。第二个，当时的金额是900多亿台币，后来变1700多亿，再增加到2000多亿。现在定案7月23，我人在日本的时候是多少？3500多亿。那3500多亿的这样的计划，等到11年以后真的做好，超过4000亿，他是讲到6000亿了，好不好？8000亿是有可能的啦。好，就说这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就说这个所费不赀，怎么那么多钱？第二，那他认为，因为要绕过那个翡翠水库的集水区，所以原本台铁的那个一开始叫直铁，那就是跨过集水区。那不要直铁就是绕，那绕了以后，那没有比较快，那何必做呢？就讲说，那不然我们就绕。但是呢，直线的时候，因为是高铁可以加速，那就会很快。台北到宜兰，就这个计划嘛是28分钟。那南港的话就更快，因为它又少了又少了这8分钟。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现在目前张景生是反到底，而且他找了这个其他很多的这些专家也都认为说它的效益不够高，而且费用太高太贵，不值得。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宜兰地方的很多政治人物，包含这个比较敏感嘛，现在蓝绿的这个县长候选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反对，没有人敢反对嘛。对，好，那现在花的是国家的钱，我觉得增快1分钟也好嘛，我干嘛反对？而且很多人炒地皮啊，整个炒地皮嘛。因为有一些建设是这样第一个他考虑，他会担心以后会不会就是它的效益不够高的时候，害这个高铁整个的营运受到成本的影响。那当然，这一次的行政院计划是通通3500亿是由行政院出，他并没有叫高铁出。可是高铁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营运增加成本。第二，他举了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怎么讲高铁站有一些因为盖了以后，他的旅客不够多，就后来你没有车，班车就直接取消，他担心会这样。不过我也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台湾最后是要环台高铁的话，那这段势必是要做。所以这个议题就变成是要冲击的。那最后我讲说他讲什么有道理我问他，那你到底对民进党哪里不满？他说民进党创立之初的时候是要推翻威权，因为那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嘛，所以2000年已经政党轮替完成了。那接下来的任务，他认为应该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而维护主权跟民进党继续维持执政不是同一件事，所以他认为不要就是蓝绿白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认为说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虽然是不同政党，你不要把它视为敌人。他认为台湾要团结力量才会大。现在的民进党有太过战狼的倾向，看到国民党跟民进党就要骂。他认为这是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对台湾来讲不会是更好的。所以这个部分，他对于现在民进党他是反对的。那嘉义怎么看？这张景生他从扁政府到小英总统的时候，一直都是位居高位如果他有意见，其实这过程中，我觉得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提出来。那我回想过去，我跟张景生其实有互杠过，就是关于金华城的开发案。当时监委在访问一些不管是好市府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市府的官员，张景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少数支持金华城容积率是560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官员，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奇怪，金华城就台北市政府都坚持392，那为什么他会认为是560呢？当时有这个插曲。那到现在回到这个宜兰的这个开发案，当然我觉得对宜兰在地人或是等等，你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管是说你现在这个高铁有没有办法说扩及到宜兰的整个发展，或者是会不会破坏我们本来喜欢的宜兰这样子的一个好山好水，正反两面的意见一直都有。可是如果你说就交通就这个环岛高铁等等，目前看起来蓝绿都是有共识，甚
甚至今天傅昆萁还说支持到底。那以卓荣泰院长的规划，就是4个90分钟的4个高铁串联在一起，这4个分别就是现在的台北延伸到宜兰，然后甚至南到屏东，未来的台东、花莲等等，把整个台湾都能够用高铁串联起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所耗的这个资源等等的，大家在评估就是效益跟这个经费能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跟预期。那我觉得这有很多正反不同的讨论，但是讨论到现在已经核定了，然后现在说要反对。那过去高铁其实在开这个公听会，在我们南港也有开过公听会，因为我们南港是最直接到宜兰，就说20分钟。其中这个高铁有一个引道呢，就在我们南港的城镇国中跟南港展览馆的旁边，他就用一个围墙，然后把这个台北我们南港最精华的地方就把它围起来，说以后这个高铁到宜兰就要经过这里。那在我们这个一个非常这个繁华的一个南港，突然有这个引道，从以前流到现在，当时我们就觉得说，你如果要盖高铁，你这个也是要地下化等等，你不要破坏我们整个市容啊。我们也希望蒋万安市长能够来协调，说我们的城镇国中前面就是一个围墙，然后一个引道，然后旁边是南港展览馆，一个南港2个世界被这个高铁引道隔开。那我在当立委的时候，其实也请交通部来会勘，请台北市政府来协助，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围墙拆掉，把这个引道地下化。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我就觉得说，你盖高铁你要让宜兰发展很好，但是同时我们南港、台北市我们的权益也应该要兼顾。你做是没有办法发展雪隧，平常1、2、3、4、5的时候非常畅通，40分钟不到就过了。那个时候谁要去搭高铁？到了6日是很挤，没错，只有6日，哇，那个塞得一塌糊涂。但是你不管高铁任何一个行业，你不能只靠周末营业嘛？那你平常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算好了。不管这个钱谁出的，你就算是现在民进党为了选举，中央政府出钱，那将来营运还是高铁要营运啊。他本来赚的钱呢，不能因为这段赔钱，然后到时候政府每年补贴他。所以好好评估到底该还是不该，这认真评估。他们意思就是说，你根本还没有充分讨论，就压着他们就要同意，压着就定案。那就既然你这么有争议，那就好好讨论，认真讨论，仔细讨论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陈时中昨天找了卫福部长跟食药署长灭火，说调查报告出来了，那主要是巴西黄豆有问题，中联公司管理也有问题，所以呢，政府忙得人仰马翻，没有带舵，也没盖牌，那另外呢，这个食药署说有3大缺点，原料黄豆有问题，制成有问题，检验有问题，全部都有问题嘛？你不就原料吗？然后制作吗？然后出来的成品要检查吗？通通都失手，所以呢，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他们的问题关键措施，第一个验收放宽了第二个管制不足了，第3个呢，事后呢有问题也没有矫正这个程序的问题了所以呢，导致本偏比超标，本偏比是1级致癌物是很严重的那另外呢，专家说这个制造的过程中，如果加入白土及活性炭，就会减少90%，那为什么不加呢？所以就为什么说制程有问题那另外呢，民众党委员说呢，现在只检讨业者，不检讨自己所以韩国瑜才说往上推，往下推，往上推到秦始皇统一6国，就是说你往上推，一直往上推那另外呢说呢，因为他们采用欧盟的标准就是这个不能超过5%从0.5%，但是呢又没有落实要如何达到所以呢，所谓这个热损率的比例增加了10倍，但是呢，你中央完全不管，所以沈正南医生说，你出事就推给地方嘛。那本来你中央当然是有责任，怎么没有责任呢？而且很好笑，就中联邮局有个报告，跟食药署的报告，怎么一样呢？是非常类似是他们2个是不是事先大家先对好，免得到时候呢谁出了包了那另外呢，蒋万安说在行政院开会的时候呢，陈其迈有问了，20%的标准谁定的？原来说20%以下就没问题，谁定的那陈其迈现在呢，他这样是只要是赞美陈其迈还蛮有勇气的，
但陈其迈被蒋万安一赞美，受不了了。陈其迈就说：“你不能断章取义啊，我前后不是这样子啊，哦等等。”那卢秀燕也讲，卢秀燕说：“陈其迈的确是敢问的啊。”那陈其迈呢说：“不需要你转述，就像我讲的，需要你讲吗？”啊，那所以呢，高雄市府就说这叫做去脉络的片段转述。哦，我们前面后面还有话啊，包括我们前面赞美了行政院了，后面搞不好也赞美了行政院，我不知道，我随便讲的啊。那怎么只讲我们这个问20%呢？啊，那所以呢，媒体是说政府自己不检讨，你不检讨食安信心就很难找回来。我们看一下，苯酊比呢，最主要呢就是它的风险来源就是黄豆的原料。中联永知苯酊皮到底从哪里来？7月21号，专家进场7天后调查结果出炉，但结论是不是单一因素造成，跟制成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是从源头带来。脱臭的温度如果过高，它可能会让这个苯酊比上升，但是这一个调查呢，它的温度的控管是 OK 的。中联永知黄豆热损利率从去年6月0.5%自行放宽到5%，最高检测出0.53%，但为何改是跟采购合约有关？再加上部分巴西黄豆比美国更容易检出苯酊皮，后续能做到去除苯酊皮的脱臭、脱酸、脱色，还有脱胶。其中在脱胶油的磷脂值标准5000 ppm 以下，4月至今多笔超标，脱色的白土添加量也不足，但怎么解决？要增加活性炭，大部分都被去除了。他们目前的方法应该都可以了。现在没有问题，不代表以后不会有问题。出状况一大关键还有管制点，因为中联油脂没有设化学性节点，设的节点会不一样，有把我们的扁平皮 BAP 当作是一个管制的。至于中联油脂能不能复工，要先提交计划书，再由台中市府核定。后续修法像是要修改热损利率，未来也都要经过卫福部核定，也要验苯酊皮。而在资本1亿元以上的食品厂，也要自设实验室检验，还有通报。只是延烧1个月，谁要负政治责任？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那我们是行政单位，我们专注在专业的部分。强调没怠惰也没盖牌，巴西黄豆也能用，关键是要后续管理，但就看这检验结果，民众能否接受，重新找回食安信心。海峰，你怎么看？我不知道用陈时中然后来做这样的调查报告会让大家有信心吗？陈时中的公信力是足够的吗？这件事情啊，其实呢，现在这样看起来，第一个当然就是进口黄豆，它把那个热损率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从0.5%一口气放宽了10倍，变成5%，所以后面你就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坦白说，他们说后面可以做什么脱臭啦、加活性炭啦、什么等等这些一些步骤，然后降低苯酊比出现的这个几率，我其实都不是放心的。我不太相信任何一个制程，它需要加很多东加料西加料，然后对于人体还是健康的、安全的。我对这件事情我有很大的疑虑。那我们现在问题要回到根源，因为这份报告现在让我最不安的一件事情是，看起来他们要默认这个热损率从0.5%提高到5%这件事情，看起来他们是要接受了。如果这件事情中央接受了，然后所有的油脂厂进口的时候都可以这么做的话，那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不安到极点了。因为如果在美国的标准的话，你是0.5%的热损率，还是你是0.3%的热损率，还是你更高一点的1%、2%、3%、5%？对不起，其实它都是有不同的价格的，就你的热损率不同，价格就不同。那当然，热损率越高，你的价格就越低啊。如果说今天可以放宽到5%，那就不会是只有中联油脂进口的时候放宽到5%喽。那就可能其他的所有的这一些黄豆油的这些制厂，他们的进口的时候都可以放宽到5%，反正他就可以多赚点钱嘛。我后面再添加一些活性炭，我后面再做一些脱臭的程序，这样子就好了，是这样吗？这样你会觉得安心了吗？我觉得这整份报告让我最不安的一件事情是，中联油脂所做的事情不应该被允许的，现在看起来他们要接受，然后放宽变成大家都可以这么做了。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觉得安心。第二个程序的部分是，当发生了苯酊比过量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请问一下是谁定出那个20%以内就可以不下架这标准？
如果按照他那个标准，我买油回去反正是炒菜嘛，请问一下，我炒那个菜它会含量超过20%吗？绝对不会嘛。那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回去，反正无所谓嘛。我买回去之后炒了菜之后，那个菜你吃进去的时候，油就不会占超过20%。所以那个20%的标准谁定的？我觉得陈其迈问得很好啊。可是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江志刚、施从良，然后一直到卓荣泰，有人出来说是我做的决定吗？没有哎。你要知道整件事情，我们其实从这个6月30号这件事情，中联有指他终于盖不住了，然后去报给卫福部之后，一直到7月3号这一段期间，民意其实是等待着结果的，一直到那个20%才要下架的这个决定，才导致了民意的大爆发的，民怨的大爆发的。但那个20%的标准谁定的？这份报告里头有让我们觉得说安心了。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决策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所以第一个，原料的进口我们就真的要放宽了吗？放宽10倍了吗？从0.5%的热损率放宽到5%的热损率了吗？第二个部分是当初定那20%标准的官员有出来挺着胸膛告诉大家说我负责，所以我道歉，所以我下台吗？没有。没有人要道歉，没有人要下台，只说你们不要政治化了。请问一下，在前面做出错误决策的人是谁？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